1986年11月的一个吉日，5位澳大利亚矿工爬上疯人山，一个只有疯子才会去采矿的地方。他们的对手在深约2至5米处寻找蛋白石，而疯人山矿队在地下钻了足足20米。也许是为了嘉许他们的大胆，老天奖励给他们一块形似拳头、尺寸破纪录的蛋白石，他们把它命名为哈雷彗星蛋白石。这名字源于当时正好划过地球上空的哈雷彗星。哈雷彗星蛋白石是一个奇迹，但矛盾的是，它的独特性却是它最寻常的特性。不同的钻石、红宝石、祖母绿和其他宝石通常都有类似的外观，但没有2块蛋白石看起来是一样的，这要归功于一个叫做变彩的特点。在化学、地质学和光学的相互作用下，闪烁、耀眼、舞动的光芒显现出来。从早年间深埋于地下之时起，这种光芒就是蛋白石的标志性特征。蛋白石在地下诞生，它起源于一种大量存在的物质——水。水从土壤和岩石的缝隙中滴下，流过砂岩、石灰岩和玄武岩，并卷走了一种叫做2氧化硅的微观化合物。这种富含2氧化硅的水会进入火山岩内部的空隙，史前河床、木材，甚至是古代生物的骨骼。渐渐的，水开始蒸发，硅溶液开始形成凝胶，凝胶内有数百万层同心的硅球，层层叠叠。凝胶最终硬化成玻璃状物质，球体则形成晶格结构。绝大多数时候，这种结构是随机形成的，如此便会产生普通或劣质的蛋白石，其外观并不出众。一小部分凝胶则会形成迷人的蛋白石，其内部各区域是均匀大小的硅胶珠组成的有序阵列。那么，为什么这些结构会显得如此充满活力呢？答案在于一种叫做干涉的波动物理学原理。为了简单起见，让我们看看当单一颜色的光及波长为500纳米的绿色光击中一块珍贵的蛋白石时会发生什么。绿光会散射到整个宝石上，并以不同的强度反射回来。从大多数角度反射回来的是弥漫的光线，从另一些角度则会返回完全暗淡的光线，或者令人眼花缭乱的明亮光线。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一些绿光从顶层反射出去，另一些则从下面一层反射出去，诸如此类。当光线从一层行进到下一层，然后再行进回来时，移动的距离是波长的倍数，比如500或1000纳米。光波的波峰和波谷相互匹配。这种现象叫做建设性干扰，它会放大光线波动，产生更明亮的颜色。所以如果你在合适的角度观察，就会发现从许多层次反射的绿光叠加在一起。稍微改变一下照射角度，你便可以改变光在各层之间传播的距离。如果改变的足够多，波峰和波谷便会出现重叠，使光波相互抵消，这就是破坏性干扰。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波长，这就意味着不同颜色的光波必须经过不同的距离才能产生建设性的干扰。这就是为什么产生的颜色会大致对应2氧化硅珠的大小。210纳米大小的2氧化硅珠之间的间距正好可以放大蓝光，而对于波长较长的红光，2氧化硅珠必须接近300纳米。这种尺寸的2氧化硅珠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也正因为如此，红色是最稀有的蛋白石颜色。由于凝胶晶格的排列存在差异，在一块石头里也会产生多种颜色图案。从宽阔的闪光区域到星罗棋布的光点，再到十分稀有的斑斓色彩，丰富多样，促使珍贵蛋白石形成的环境非常罕见，因此蛋白石仅出产于极少数地方。大约95%的蛋白石来自澳大利亚，在那里，古老的内陆海创造了完美的条件。
哈雷彗星蛋白石就是大约1亿年前在澳大利亚形成的。这就衍生出了一个问题：在未来1亿年中，富含二氧化硅的水将通过角落和裂缝渗透进人类文明中的某些被丢弃的人工制品。有朝一日，这些被遗忘在黑暗中的物件又会绽放出怎样的光芒呢？准备好继续学习了吗？观看这些视频，挑战您的认知，或者掌握您所不知道的知识。订阅并保持好奇心。